电影原名《狗》，因无法过审改为《狗13》，不少网友把海报上的《狗13》看成狗。其实这正是导演想要表达的思想，想对这个操蛋的世界破口大骂一声“狗”。这部电影把握得很好的一个平衡，就是并没有把大人当作邪恶的对立面来看待，相反，影片给了他们足够的理解。父母离异后，爷爷奶奶是李纨实际的看护者，可能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他们对李纨格外疼爱，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而父亲由于工作繁忙，并且和李纨的继母有了新的生活，对李纨疏于照顾，但他绝不是一个无情的人。继母也并非是个恶毒的后妈，会给他买礼物，但在这个看似充满爱的家庭中，却暗藏着许多问题。父亲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给孩子塞钱，他不了解李纨的喜好，甚至不知道李纨不喝牛奶。爷爷奶奶虽然爱李纨，但却连他喝牛奶会吐都不记得，因为在奶奶的认知中，牛奶是好东西，怎么可能会有人喝了就吐了？所以不管李纨能不能喝牛奶都要喝。李纨的名字是胡乱取的，弟弟的名字是认真取的，因为爷爷说男孩的名字不能太随便。可见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在这个家庭中存在。李纨物理学得很好，喜欢读时间简史，对平行宇宙充满幻想。父亲为了补偿李纨被强迫进入英语小组的事，送了他一只狗。起初李纨对这只狗很排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把爱因斯坦当作自己的闺中密友，同吃同睡。李纨非常喜欢这只狗，起名爱因斯坦，以此重申自己对物理的热爱。这算是另一种反抗的方式。李纨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爷爷奶奶家，与爷爷奶奶间的代沟导致李纨的少女心思无法向外人宣泄。碰巧这时有个陪伴她，甚至依赖她的玩伴出现，李纨细密的心思逐渐被这个弱小的生命打动。然而爷爷不小心把狗弄丢了。在一个女孩10几岁的年纪里，丢失一条陪伴自己形同家人的宠物狗，绝对是天大的事情。当李纨得知狗走丢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否认，也不是难过，而是关心你们有没有去找。他很在意他们有没有去找狗。当李纨得到的是大家沉默的回应时，才疯狂地去寻找爱因斯坦。之后我们看到替代性补偿的场景在影片中接连发生。先是爱因斯坦不慎走丢后，大人们没有去找，而是试图用一双轮滑下来补偿，发现无效后，又买来一只相似的狗，并谎称是爱因斯坦。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李纨内心真正的缺失一再被大人们漠视。这条漫长的补偿链被一次次偷换概念，渐渐成了一笔还不清的坏账。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大人眼里，孩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爱宠物和爱一个人的区别是，爱宠物可以不需要考虑宠物的意志。他们对待那只狗的态度是丢就丢了呗，没啥大不了的。对待小孩子的态度就是哄哄就好了。李纨就是那只宠物，那个小孩随随便便就丢到爷爷奶奶家，可以不闻，可以不问。他是可以糊弄的，是可以欺骗的，可以哄哄就好了。虽然他们精心地养活着李纨，但是从内心深处对他的忽视早在潜意识里面了，就像给他起名字是随随便便起的。但实际上孩子的成熟度远高于大人的想象，他们什么都懂，只是大人选择视而不见。李纨想要的只是家人的理解和安慰，但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心声。由于李纨不顾一切地找寻爱因斯坦，连家人买另一只爱因斯坦来哄骗他也无济于事。李纨以为自己依然拥有小孩子的特权，无理取闹地沉浸在自己寻狗的世界中，无视爷爷的受伤，也无意与家人妥协。李纨对父权的挑战结束在一个深夜，不经常出门的奶奶为了找狗迷路，致使很晚都没有回家。李纨的父亲终于爆发了，他用暴力终结了李纨的任性。李纨的父亲一改往日的慈眉顺目，嘴上的训斥怒骂和手上的拖拽扭打没有一丝一毫留情，接着却又要女儿接受自己的歉意，将她抱在腿上和颜悦色地安慰着，像极了一头野兽在发怒过后舔着自己身上被误伤的伤口，满是抱歉和遗憾。一动一静2场戏作为片中的重场戏，是迫使李纨态度转变的关键点。之后又承诺带他去看天文展览以示和解。正是父亲既暴力又和蔼的一番教育，让李纨迫不得已地接受父亲和一切成年长辈所遵循的规则。父爱的沉重和强势跃然荧屏，在这种力量的笼罩下，李纨妥协了，放弃找寻爱因斯坦，也藏起自己棱角和执念。伤害与被伤害的交替过程，暂时平衡了李纨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对立。李纨也是这时开始，从一个飞扬跋扈、蛮横无理的孩子，逐渐变成小心翼翼、卑微、顺从的苟活的成年人。此后，李纨不再排斥新爱因斯坦，只能无视他在家中的存在，以此和平共处。接着，电影开始将镜头对准李纨同父异母的弟弟。由于弟弟是独生子，又是男孩，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对他的悉心呵护和牵惹，使得弟弟身上存在着很多坏毛病。
玩椅子摔倒了，父母只是哄他，却不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不要玩危险的东西。昭昭一直念叨的是打椅子，在他的意识里，这不是他的错，是椅子的错。后来昭昭又拿着晾衣杆打遍了家人，也未遭到责怪时，他开始向西爱因斯坦挑战，而家人纵容的在一旁看热闹，却不予制止。第二只爱因斯坦与这些看热闹的家人分立两派，谁也不敢再上前一步先动手，生怕对方伤害到自己。这时李纨伸出手，轻声唤着爱因斯坦，不怕。他竟然安静下来，安分顺从地俯卧在李纨脚下。这是李纨第一次唤他爱因斯坦这个名字，他终于从情感上接受了新爱因斯坦，也预示着他终于明白自己在家中原来像这只狗一样，与全家人僵持地对立着，只是这个家庭的附属而非中心。终于，当第二只爱因斯坦伤害了弟弟时，将他送进后妈口中的狗肉火锅店。家人由始至终也没有教育过昭昭要善待他人和动物，就像昭昭对待椅子一样，都是别人的错，同时也丝毫不顾及李纨的感受，无论他如何的苦苦哀求，父亲都不为所动。把狗送掉，没有人问他同不同意，就像当初送来第一只狗的时候，也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要。尽管第二只爱因斯坦因为李纨爸爸的怜悯被送进了流浪狗收容所，而逃脱了成为盘中餐的命运，但却因为绝食而死去。李纨得知后，只是平静地对父亲说了句谢谢。李纨是谢谢父亲给了第二只爱因斯坦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这段影片也隐喻了狗尚能如此忠于自己的主人，而人在社会中生活，有时却无法执着于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甚至无法控制和决定自己的命运。你得趴得比狗更低，舌头伸得比狗更长。狗13的海报上有句话，每一场成长都是凶杀案，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法则。在李纨的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是涉事者。父亲爱李纨，以金钱和物质来表达爱，他希望李纨听话优秀，却从未真正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后妈用欺骗来解决问题，堂姐则在大人的影响下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后面李纨变得成熟了，变得懂事了。当李纨在饭局上为了不让爸爸难堪，忍痛吃狗肉的时候，这时他已经准备好向这个社会妥协了。你可以说李纨太矫情，说他面对的不过是生活的正常压力，但你真的希望他去圆滑处事，去吃不想吃的狗肉，去离开他不想离开的爱因斯坦吗？李纨问同学 hypocritical 虚伪怎么读，诚实的小孩会说不会，如果换做大人，说不定不会读也要硬着头皮读出来了。我们就像李纨，从小孩成长为大人，由直率变得圆滑，开始避免自己与众不同，避免自己成为异类。我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失去了个性，扔掉了脾气，忘记了初心，还美其名曰这就是成长。为了所谓的提高情商，我们被迫学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取而代之的是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再也无法遵循自己的内心。在家里，明明讨厌亲戚问工资、情感、生活，我们还要违心的说谢谢叔叔阿姨关心。在外面，明明觉得有的人三观和自己不合，明明不赞成他的观点，却还要违心的说我很喜欢和你一起玩。在饭桌，明明觉得领导什么都不懂，却还要对他敬酒，违心的说领导的意见我真是受益匪浅。我们害怕对方觉得自己情商低，害怕丢工作，害怕被骂，我们隐藏了真实想法，还安慰自己这不是明哲保身，这是为人处事。我们学会了所谓的为人处事，忘记了反对，忘记了反抗，忘记了说不。学生不再反对老师，员工不再反对老板，下属不再反对领导，军人不再反对将军。没有谁规定我们要这么做，但这早已成为经验和常识，早已深入骨髓和血液。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幼稚、不成熟、不懂事、情商低。也许圆滑和妥协是必然的趋势，但圆滑和妥协何尝不是意味着堕落和虚伪？就像人人都说皇帝的新衣好看，只有孩子敢遵循内心说出实话。也许我们不愿意妥协，但生活会逼迫我们妥协。也许丛林法则，适者生存是真理，但这样的真理太残酷了，也太让人心痛了，让人忍不住对这个操蛋的世界破口大骂一声狗。更可怕的是，这是没有终点的，这样的问题还将伴随我们一生。就像李纨说的，这样的事儿以后还多着呢。我想起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他不愿意妥协，于是选择了自缢。这个世界，我们要么妥协，要么死亡。狗13中，蝙蝠敢在教室里乱飞，结果是被老师打死；狗敢对弟弟狂吠，结果是被打断一条腿。爸爸妥协了，李纨妥协了，只有狗不会妥协，只有狗敢反抗。感觉是，你嘲笑他不懂保命，他嘲笑你连反抗都不敢。
为了生存，我们选择了妥协、迁就、退让、虚伪。为了生存，我们活得还不如一条狗。狗永远是狗，人有的时候却不是人。狗13中，导演曹保平选择了对位镜像的方式，即人与狗这种对位方式，肯洛奇在其片名《小孩语音》里早有示范。片中的小孩语音看似是豢养关系，实际上小孩就是戴妃的鹰，而鹰就是未老先衰的小孩。只不过肯洛奇将焦点对准社会结构的不公，而曹保平探讨的是中国式家庭以温情之名对孩子行戕害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讲，狗13还有另一个名字，女孩与狗。片中的狗就是李纨的另一个分身。在面对狗所象征的自我的丢失时，李纨做了最后一番徒劳的挣扎，最终她彻底失败了。不能了，射，再射！爷奶奶，把号转去，再射，大点声！爷奶奶对不起。不是，你现在知道对不起。而对于大人们来说，他是顺利长大的。影片中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们象征着李纨的精神世界。第一只狗的丢失让李纨试图寻找曾经被抛弃的自己，他希望家人能够重视他的情感需求，但却未能如愿。第二只狗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它被当作工具来安抚李纨，最终又被无情地送走。李纨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抗争是徒劳的，他只能选择妥协，杀死自我，戴上假面具生活。我想起鲁迅的风筝，被伤害的弟弟全然遗忘自己曾被伤害的事实，又想起小王子说长大的本质是遗忘。那么这部电影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曾被粗暴对待的青春，不要让那种憎恨和疼痛继续流传下去。虽然没被世界温柔以待，但也请不要把粗暴习以为常，忽略了孩子的内心感受，认为物质补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却不给予孩子平等沟通的机会。这种有条件的爱会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变得顺从和麻木。同时影片也用短短2场戏为我们阐明了背负在父亲身上的隐形压力。第一场戏是女儿终于恢复如常，英语考了年级第1。开车路上，喜不自胜的父亲对女儿唱起无产阶级文化大，嘿，就是好。这场戏其实挺狠的，他让盘旋在父权之上的那团专制阴霾无处遁形。而接下来父亲说，不知怎么突然间想起这首歌来了，轻描淡写，惊心动魄。那一刻你会明白，对于成长在那个年代的父亲，无形的暴力已成为他潜意识里的恶魔。第二场戏是那场商务宴会，一桌子人说着奉承话，讨张哥开心。父亲一脸陪笑说，没有你张哥，就没有我的今天。这话是句马屁，但也多半不错。要知道如今想要做成典士，不搞定关键位置上的人是很难的。这2场戏共同构成了来自历史和现实2个维度的压力，通通施加在父亲的身上，使他无力也无暇给予女儿健康的教育。也正因如此，爷爷奶奶的过度疼爱也好，父亲的无能为力也罢，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向李纨提出同一个要求，你要听话，迅速的听话，不假思索的听话，这样爷爷奶奶才没有白疼你，这样你才学会了不让爸爸操心。听话、懂事、长大，这3个词在大人们心里构成了一条严格的因果链。一个孩子如果听话，说明他懂事了，而懂事了，证明他长大了。听话、懂事都是好词，但只要拨开他们温情脉脉的外衣后，就会发现他们的本意实在触目惊心。听话是什么？听话是你可以闭嘴了。懂事是什么？懂事是你得学会察言观色，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而这2个词加起来又是什么？就是李纨曾经不会读的那个单词，伪善 hypocritical。 是的，这是大人们绝想不到也绝不愿意看到的教育成果。可惜他们的所有做法却在逼着孩子往这唯一一条通向成人世界的路上走。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批判上，更应该思考如何避免制造更多的悲剧。我们或许无法避免成为李纨，但我们可以努力改变自己，成为更好的家长。我们应该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给予他们真正的爱和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努力摆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至此，一场成人教育终于走完了它全部的流程，而庆功宴就是所谓的成人礼。狗肉是张叔叔特意给李纨点的招牌菜，也是这场成人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格外残忍是把那个已经死去的自我献祭给众人，用众目睽睽下的认输来换取成人世界的门票。从此在大人们眼里，李纨才真的长大了。李纨终于可以体谅那一句我都是为你好的话语的分量，终于可以在遭受委屈后
迅速收拾好情绪向前看，终于可以对一切内心无比厌恶的人和事也报以难辨真假的微笑。这一切正如你曾经可以因为好恶而拒绝一杯牛奶，而此时将不再有同样的勇气去拒绝饭桌上递来的一杯酒。有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长大？而大人们会说，因为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你看，冰场上同样喝牛奶就吐的昭昭，博士也在喝完牛奶吐完牛奶以后，继续在教练的冷眼之下练习滑冰，摔倒之后苦苦哀求却得不到拥抱吗？是的，他也会这样长大。所以不用抱有幻想，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你听了这话或许不会变得开心，但是否因此获得了一点安慰？如果是的话，那就无奈的接受吧，因为这是一种伤害和悲剧的循环。影片最后，李纨在街上偶遇了走失的爱因斯坦，他已经在新的主人那里拥有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贝贝。李纨并没有上前讨要，反而说起，我刚才好怕他认出我扑过来，幸好没有。他害怕爱因斯坦的命运会像第二只爱因斯坦一样，他相信爱因斯坦在另一个主人那里或许能得到更好的对待，就像平行宇宙里的另一个自己已经过上了另一种可能的人生。之后他独自走到街角，用力哭了一场，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镜头里。画面一转，停在了一面墙上，那墙上贴着一张寻狗启事，已经被风沙啃咬殆尽。这时一个声音传来，仔细听，不是楼上的疯子学出的鸟叫声，也不是摇滚乐愤怒的嘶吼，而是一个成年人拍着你的肩说的一句话，这样的事儿以后还多着呢。好了，今天的电影讲到这里，我是嘉禾电影，感谢大家的观看。